这几年来，房地产一直是中国大陆居民最喜欢的投资项目。但是近年来，房地产市场持续走低，很多城市房价甚至呈现出断崖式下跌。为了促进销售，房地产开发商和房地产经纪就想出各种奇怪的办法，甚至设立骗局，骗消费者买房子。骗局一：公司免费送房子，意思就是新员工一旦被公司录用，公司就会免费送你一套房子，你相信吗？但我觉得最触目惊心的买房套路来了，有没有想过你刚到一个公司上班，公司就给你买了一套房？哇，这是一种什么体验？很多初入职场的小白一定会觉得说这个公司非常的哇塞。如果你也是这么觉得，那你可能就成为一步一步走向深渊的小猪了。最近有这么一个公司，说有公司团购活动可以零首付买房，而且优惠力度极大。公司呢就因为这个事情推出了一个财富共享计划，不需要你花1分钱，用你的名额去买一套房子去贷款，而且公司还帮你还月供。一个普通人努力工作20年都很难在深圳买一套房子，这种诱惑你能抵挡得住吗？特别是刚刚工作的年轻人。但是你有想过公司为什么如此重视你吗？你凭什么得到这套房子？那么只有一个解释，就是你还没有不良的贷款记录以及不好的个人灰信记录。操作过程是这样的，公司帮你买了房子之后，会有你的房子做2次抵押，做消费贷款，做装修贷款等等。通过这些杠杆透支房产的全部价值。比如贷款100万买的房子，结果通过这些手段，从金融公司能够拿出人民币200多万来。但是这还没有结束，公司还会帮你注册一个你个人名义的公司，通过抵押贷款得到的钱都会放进你的这个公司里。这个公司在运营中，渐渐的你会发现公司发生严重亏损，最后资不抵债，破产清算，你拿什么偿还呢？没办法，最后就是把公司给你买的房子法拍，你上了个人灰信黑名单，希望这个骗局可以被更多的人看见。骗局之2：谈恋爱就送房子。这是一种很新颖的骗局，专门针对单身的想寻求婚姻的女性。博主文龙说房表示，现在很多城市的房子卖不出去，开发商也不想直接降价，那如何才能够合法不赔钱的把房子卖出去呢？这就催生出一个奇特的产业链来。那么具体做法就是先招聘大量年轻的帅哥，让这些帅哥去婚恋市场或相亲网站上找单身女孩谈恋爱。一段时间以后，他们会跟女孩说，只要他们确定了恋爱关系，男方就会买一套房子，男方付房子首付，女方负责每个月付房屋的贷款，而且房产证上就只写女孩的名字。这样的条件谁听了都会很高兴的。女方同意以后，小哥哥会把女孩带到合作的房产开发商那里去，然后骗局就开始了。假如他们看中一套房子，价格是人民币120万元，而房子实际价格是人民币100万，约定首付款需要付人民币20万。这个时候，开发商会让男方转来20万现金，而剩下人民币100万则由女方和银行办理房贷按揭。女方本来高高兴兴的准备和男方开始新的生活，但是等所有的手续都办好以后，男方就会找各种借口把女方给甩了，然后男方再以同样的办法去骗下一个女孩。如果一个月骗几个女孩，男方可以从开发商那里赚人民币几十万的佣金，而女孩却背上30年的房贷。骗局之3：旅游途中购房。你听说过爸妈出去旅游回来后背上了10年的房贷的事吗？爸妈出去旅游竟背回10年房贷，这一荒诞事件令人震惊。近年来，不少老年人在参加低价旅游团后，在外地冲动购置房产，背负上沉重的房贷。湖北的刘亮家庭便是典型代表。刘亮的母亲在参加一个每人仅需缴纳2400元的低价旅游团后，被销售人员忽悠购买了一套海景房，签下了长达10年的房贷合约，支付部分首付款3万元，还用家中珍藏的酒抵扣了部分房款，总共价值7万元。然而，刘亮经过调查后发现，母亲所购海景房附近的真实房源价格远低于购买价，每平方米价格仅在1000元左右，而他妈妈却是以每平方米6000多元的高价买入，总价高达40多万。为了尽快止损，刘亮不得不紧急取消了老人因购房而办理的银行贷款，
但即便如此，那7万元的损失仍令人心痛不已。江苏戴女士表示，爸妈从没见过海，想去看海，刚好父母保险公司有非常便宜的旅游活动，每个人只要人民币200块钱就可以参加旅游团。旅游团由保险公司员工带领，前往山东威海旅游。到达威海以后，旅游团只在海滩短暂停留了一下，老人们就被带到当地的某个楼盘看房子。一开始，老人们脑子是很清醒的，售楼员介绍半天，老人们也没有购买。于是，开发商带老人们去吃海鲜、喝酒。在大家都很高兴的时候，售楼员又不停地劝说。于是，戴女士父母最终决定购房，并支付人民币16.5万作为首付，购买了总价为人民币40万的海景房，并签订了购房合同。事后，戴女士表示无法理解，认为自己父母被设了局，在酒精作用下和售楼员误导下，才一时失去理智买房的。她希望开发商能够退还购房款，而开发商则回应称，若要退款，则需要支付总房价的40%，也就是人民币16万作为违约金。戴女士已和住房和建设部门等政府机构取得联系，但截至现在，事情还没有得到解决。骗局之4，买房竟然变成买会员。博主大宋砍价师指出，我的一位朋友最近遇到开发商设计一个奇怪的骗局。这位朋友在海南买了一套房子，后来发现自己不符合海南的购房政策，没有购房资格，所以就想让开发商退款。但是这才发现，他签的根本就不是购房合同，而是花了人民币190多万办理了一张会员卡。会员卡的权益是可以送他一套房子，这实在是一种完美的骗局。避开政策和法律责任，这朋友去当地的房屋管理局，得到答案是这是俱乐部会员卡，不是购房合同，所以无法解决。他去售楼处想退卡，售楼处表示会员卡不可以退，而他50多万首付款也拿不回来了。骗局之5，自己买了房子却不能居住。目前在广州出现一种新的买房骗局，买了房却是住不进去，因为卖主在出售前为房子设立居住权。博主广州潘潘房产日记表示，最近广州出现最新二手房买卖的骗局。我在广州做了8年的房地产业务，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，我敢说80%的同行都没有遇到过。请你一定要把这个视频看完，不然下一个被骗的那就是你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跟我说，他买了一套二手房，是正常的商品房，而且已经过户到了自己的名下，房子也没有纠纷，但他就是住不进去。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原来这套房子被原主人设立了居住权。根据民法典第366条，有居住权的人可以在不违反合同情况下对他人住宅进行使用和占有。那么换而言之，如果你买的房子被设立居住权，哪怕你现在已经过完户了，产权100%属于你，但也要优先满足他人的居住权，直到现有居住权到期，你才能住进自己的房子里。现在很多房东钻空子，把房子设置居住权之后再卖房。所以你们在交款之前，一定要去房管局查清楚这个房子是否存在抵押，或者被查封过，有没有被设置居住权。如果被设置了居住权的话，这样的房子再便宜你也不要买。好的，以上是买房的几点骗局，你有了解到吗？希望你也可以避雷，幸运伴您左右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您订阅、点赞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